从没想过有一天会被几十只狗驱逐，也没想到驱逐我们的狗子会是那样的结局。最近，菲尔和我几乎每周都去山里徒步。前些天，我们曾看到过有趣的一幕：山坡下，山羊和绵羊低头吃草，羊倌啊啊地喊着羊群。一只黑耳白底黑花的牧羊犬来回奔跑，帮着驱逐羊群。任务完成后，一溜烟跑远了，那画面挺可爱。刚过去的周末，菲儿和我走了一条没走过的山路，阳光落在橄榄树林间，四周只有鸟声。上到一个平缓土坡，突然前面响起狗叫声，一只白色的狗子站在远处望着我们，见我们没停，它边叫边往前跑去，3、5步又回头看我们一眼，像是在通知谁。前方几十米是几间砖瓦搭成的旧房子，刚才那只狗站在空地上继续狂叫，然后随着它的叫声，数不清的狗子从墙后、坡下、屋顶边嗖嗖嗖地冒出来，全是黑耳白底黑花，那颜色很熟。那一刻像一部动画片，2秒后变成了惊悚片。那些狗子突然一起朝菲尔和我冲了过来，狂叫着窜跳着，越逼越近，转眼已经冲到了我们面前。最近的一只离我只有几米。菲尔开始安抚他们：巴拉巴拉，好，我们回去了。于是我们开始慢慢后退，侧着身儿沿原路撤退。后来菲儿告诉我，那时候他连军刀都摸到了。我们退了几十米，那几间旧房子早已经从视线中消失，但仍然有几只狗还一路跟着我们，不停地叫，甚至开始从2侧慢慢逼近。就在这时，空荡荡的山里突然响起菲儿的怒吼：嗨，回去！干什么你们？反了你们了！他一边大喊，一边朝狗群用力挥手。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刚才还气势汹汹的狗子们突然同时停下来，不叫了，耳朵耸拉下去，接着一只一只转身，灰溜溜地往回走，像突然听懂了什么，这就走了。菲儿和我愣了2秒，然后山里的风又慢慢吹了回来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